嘿，咱大多数买车的朋友啊，都觉着豪华品牌那肯定就意味着可靠性杠杠的。但我跟你说哈，市面上有些让人眼馋的不行的汽车，一旦出了故障，能把你兜里的钱全掏光，让你倾家荡产。这些车在展厅里看着那叫一个光鲜锃光瓦亮的，可买回家没多久，就成了你家车道上填不满的无底洞了。在咱这个视频里呢，我们根据实实在在的维修数据和保险赔付率，给2026年维修费用最高的10款汽车排了个名。咱从第10名开始倒着数，一直数到最贵的那一款。我跟你讲，这里面有些车的排名绝对能惊掉你的下巴。有的车换个变速箱，费用比买一辆全新的经济型轿车都贵；还有的车悬挂系统就跟时钟似的，到时间准换。这些车到处都是让你花钱的坑，能比你反应过来的速度还快的把你银行账户里的钱掏光。更倒霉的是，榜单上排第1名的那辆车，保险赔付率超过500%呢，这啥意思？就是说它的维修费用是正常费用的5倍啊，太吓人了。你可一定要看到最后哈，这可不单单是个排名，这简直就是一份生存指南，教你怎么躲开那些能让你破产的车，一次维修账单就能把你家底掏空，让你倾家荡产。要是错过这个视频，你可能欢欢喜喜买了辆梦想中的车，结果最后它变成一场财务噩梦，可就惨了。行，咱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第10名，雪佛兰 Corvette C8， 这 C8 Corvette 可真是把一切都给改变了。雪佛兰把这发动机挪到中间去了，搞成中置布局。你瞧瞧这外观，那叫一个惊艳，开起来的感觉跟超级跑车都有的一拼，而且价格呢，可比那些欧洲竞争对手便宜多了。不过啊，销售员一般可不跟你说这些事儿。先说这维修，这中置发动机布局确实让车的操控性特别好，可也让维修成了个大麻烦。一旦发动机出故障了，技师可不能像平常那样直接打开引擎盖就开始修，他们得搞个所谓的发动机拆卸维修，就是要把整个动力总成拆下来，就为了检修那些基本部件。这 C8 呢，它的结构用了好多先进的铝材和复合材料，这些材料确实减轻了车重，性能也提升了。可麻烦的是，修这种车得用特殊的维修技术，大多数汽车修理厂根本就没这技术，就算是稍微碰了一下，维修费用那是蹭蹭往上涨。为啥呢？因为普通修理厂搞不定啊，保险公司也都发现这事儿了，所以 C8 的保险费可比之前那种前置发动机的车型贵多了，这可不是巧合哦。数据也显示，修这种车那费用可老贵了。真正的问题来了，雪佛兰造这车是想跟欧洲超级跑车在性能上竞争，可倒好，一不小心连欧洲超级跑车的维修成本也给整过来了。以前在 C6 或者 C7 上日常保养那是挺简单的事儿，现在呢得找像修保时捷或者法拉利那样专业的技工，花的时间也差不多。排名第8，奥迪 A8 和 A6。今天咱们要聊2台西装暴徒，奥迪 A8 和 A6。这俩车往那儿一停，气场直接拉满，内饰做的那叫一个精致，开起来那是倍儿有劲儿，确实是豪华车里的佼佼者。但是朋友们，这光鲜亮丽的外表下可藏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大坑，说白了就是养不起。数据告诉你有多吓人，开10年光保养维修平均就得花快1万美元，直接让奥迪荣登烧钱榜前列。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它那套脑回路清奇的发动机，它最出名的一个毛病就是特别爱漏水，也就是冷却液泄漏。换别的车，这种小毛病检查一下可能就70-80美元，换个水管几百块搞定。可一到奥迪这儿，画风突变。同样的漏水维修，轻松就要1500到2000美元，要是更严重，换了气缸垫，2500美元打底都打不住。你肯定会问，为啥这么贵？难道奥迪用的零件是金子做的？还真不是。问题就出在它的设计哲学上。奥迪的工程师脑子里想的是空间利用率第一，把发动机塞得密不透风，把省下来的每一寸空间都用得明明白白。结果呢，修车的时候技师连个扳手都下不去，他们管这叫无障碍税。你花的钱基本都买在了工时上。本来换个零件2小时搞定，在奥迪这儿为了摸到那个零件，得把整个车头给你拆了，活生生干上10个小时，那工时费哗哗的流，比零件本身贵多了。更坑的是，这车龄越大，问题越明显。刚开始你可能觉得就滴2滴冷却液没事儿，能忍，结果你越忍它越能造，小毛病拖成大故障。最后修车报价单一甩，好家伙，这修车的钱都快够买辆新车了。所以你懂的，很多车主到最后一看这维修费，心一横，直接把车扔了，认赔离场。在咱们点个订阅之前，有件事你必须明白，咱们今天聊的这几款车背后是成千上万车主，因为没料到这么高的养车成本，钱包被掏空。所以如果你也想避开这种财务灾难，想知道到底哪些车才真正值得买，那一定要点个订阅加入我们。下一期我们就来扒一扒市面上那些买了不后悔的真好车。
排行榜单里排第9的就是特斯拉 Model S 啦。咱都知道，电动汽车按道理讲应该挺简单的，它不用换机油，也不用变速箱油，活动的部件少了，那出故障的几率自然就低嘛。这么说大差不差。可您知道吗？特斯拉在 Model S 这儿整了个财务陷阱，好多买这车的人发现的时候都晚喽。高压电池组就好比这汽车的心脏，同时也是换起来最贵的部件。像老款的 Model S， 特别是2014年左右那批车，如果过了保修期要换电池，平均得花1.5万到1.7万美元呢。这可不是我口误哈，特斯拉的电池设计的挺耐用的，正常使用的话，大多数车主都不用换。但问题就来了，哪怕车子就发生了个轻微碰撞，底盘受损了，保险公司一般就会强制要求换整个电池，说是安全措施。就这么一下子，原本能修好的车就有可能直接被判定全损喽。二手的2014款 Model S 平均售价大概在4万到5万美元之间。您想啊，要是维修店给保险理赔员的报价里，光是一块电池就值15000美元，再加上人工费和车身维修费，这账一算就太不划算了，车子肯定就被判定全损了。特斯拉在维修这事儿上把控的那叫一个严，几乎每个环节都在他手里。他那诊断系统还是专有的，这就导致独立维修店想诊断个复杂故障都难。要是没有特斯拉专门的工具，您就只能乖乖回特斯拉服务中心，在那儿人工费和零件价格全由人家公司说了算。好多批评的人都指出来了，特斯拉既不开放诊断系统，也不肯大幅降低保修期外高压维修的成本。这么一来啊，老款的 Model S 感觉都快成一次性汽车喽。一旦维修成本超过了车本身的价值，这些原本尖端的科技产品不就成电子垃圾了吗？第6名，梅赛德斯奔驰 S 级。这 S 级可是梅赛德斯的旗舰轿车，它完全代表了汽车豪华和科技的顶尖水平。不过呢，这先进的科技也带来了一个大问题，就是长期拥有它的成本那是高的离谱。在所有品牌里，梅赛德斯的10年维护费用排第3，平均算下来都超过1万美元了。尤其是这 S 级，它标志性的那个先进空气悬挂系统，简直成了车主的沉重负担。梅赛德斯把这系统叫 Airmatic 或者主动车身控制，这东西确实能让你开车的时候坐得超舒服，就跟坐在云里似的，特别平顺。但它也是个故障高发户，动不动就出问题。这空气悬挂系统的结构老复杂了，里面有气囊、压缩机、传感器，还有控制模块，这些部件得一起配合着工作，才能调节车身的高度和阻尼。只要其中一个部件出故障了，那就跟多米诺骨牌似的，会连累系统里的其他零件也跟着出问题。要是换 S 级上的空气压缩机，平均得花1700到1900美元呢，这还只是一个部件的钱哦。要是整个系统出了严重故障，车主们反馈说，维修账单能达到1.2万美元甚至更高，还得把前后悬挂系统彻底检修一遍。更闹心的是，这类故障一般没办法彻底解决，因为这系统太复杂，集成度又高，就算把出问题的部分修好了，也不能保证其他部分就不会跟着失效。过不了多久，车主就得不停地去处理新出现的问题，一次又一次地花好几千美元，可总是有新零件隔几个月就出毛病。除此之外，4级搭载了梅赛德斯研发出来的各种尖端技术，像自适应巡航控制、车道保持辅助、主动转向，还有好多传感器和摄像头。这些系统哪怕是经历了轻微碰撞，都得重新校准，这就给原本简单的钣金喷漆活又额外增加了几百甚至上千美元的费用。而且它作为旗舰豪华车型，每个零部件都有奔驰溢价，就算有些基础元件是第三方供应商生产的，你买配件的时候还得为发票上那个3叉星标志多掏钱。排名第7，宝马 X5 和 M5。宝马这牌子在维护成本高的品牌榜单上，那可是名列前茅。据了解啊，宝马车10年的维护费用大概得9500美元。就说这 X5 还有某些 M 系车型，它们有特定的风险特征，就跟财务上的定时炸弹一样。在刚开始的那几年，这些车表现的还挺好，性能稳定，开起来那动态感觉也很棒，可靠性也还说得过去。但是到了大概第4年的时候，情况就变了，发生重大维修的概率一下子从大概18%往上窜，到第10年的时候都超过56%了，年度维修费用也能说明问题。到第10年的时候，宝马 X5 的车主平均每年得花接近3000美元，就为了让车能正常跑。这可不是日常的小保养，而是重大维修。最常见的昂贵故障之一就是发动机控制模块出问题。这发动机控制模块啊，就相当于控制整个动力系统的电脑，一旦它坏了，更换的成本很容易就超过2000美元。冷却液泄漏也是个常见问题，还有宝马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点火系统，点火线圈经常出故障，每个气缸的更换费用能高达几百美元。M5 车型的风险就更高了，高性能的宝马 M 系列发动机得定期更换连杆轴承，光听这事儿就知道不便宜。维修店干这项服务收费17美元或者更高，而且基本上是必须得换。
不然发动机就可能出大故障。保险数据也能证实这一点 ，M5 的严重程度损失评级超过500分，这啥意思呢？就是说这些车要是出了事故，维修成本是平均水平的5倍。为啥呢？因为 M 系列车型用的都是专用零件，像碳纤维部件啥的，而且得让接受过宝马 M 系列专门培训的技师来修。现在的宝马车还有个问题，就是电子系统比较脆弱，这些车就跟移动的电脑似的，要是其中一个电脑出故障了，诊断和更换它得用昂贵的经销商级别设备，还得花不少人工费。有些独立维修店能处理一些简单的活儿，但是碰到复杂的电器和发动机管理问题，你就得给宝马经销商每小时掏120到170美元的费用。第5名是保时捷卡宴。保时捷造的车在全球都特别受欢迎，这卡宴更是把保时捷的性能首次引入到 SUV 市场，销量那是相当不错。但保时捷的10年维护成本在所有品牌里排第2，高达14000多美元呢。卡宴的维修费用和故障严重性都超过了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宝马 X5。从不同代车型的缺陷就能看出来为啥费用这么高了。2003年到2010年第一代早期的卡宴很出名的毛病就是发动机缸体划伤。啥意思呢？就是气缸壁受损了，结果油耗会增加，最后发动机就报废了。要是你忽视了那些警告信号，那就得花大钱去换整台发动机。2011年到2018年第2代卡宴的情况也没好到哪儿去，这时期的车经常出现凸轮轴螺栓断裂、分动箱磨损，还有严重冷却液泄漏这些问题。要是这些小毛病不及时处理，很快就会演变成大故障。这里有个陷阱得注意，好多保时捷车主为了省钱就拖着不去维修，或者忽略初期的预警信号，这可大错特错了。比如说冷却液泄漏，一开始可能就几百美元能解决，可你要是不管它，说不定最后就得把发动机拆下来大修，得花上万元才能搞定。分动箱磨损也是一样，卡宴用的是复杂的全轮驱动系统，这个关键部位只要开始磨损就得马上处理，要不然越拖到后面你就得花大笔的钱去换整套装置。另外，保时捷所有服务项目的收费都不低，经销商的工时报价在行业里都算顶尖的，再加上配件也有大量溢价，还有这些高性能的车得用高级润滑油品，养护的频繁，还得用专用工具，这就导致整体的维护成本一直往上涨。排名第4，路虎揽胜。路虎在这次受调查的所有汽车品牌里，那可是10年维护成本最高的。车主平均下来10年的维护费用都超过19000美元啦，这啥概念啊？差不多是大多数豪华品牌维护费用的2倍呢。揽胜可是路虎车系的顶尖之作，它越野性能那叫一个卓越，开着它去越野就跟玩似的。而且它既有英伦范儿的奢华，开在路上那气场也是杠杠的，霸气十足。不过呢，它的维修成本也是出了名的高，在市面上几乎所有车型里头，它都是最贵的，而且这费用还特好预测。它最标志性的故障点就是空气悬架系统，揽胜用的是空气弹簧，能调节行驶高度呢，不管在公路上跑还是去越野，坐着都特别舒服。但是这空气弹簧它会磨损啊，尤其是车子跑了超过8万英里之后，要是换新款揽胜的单个空气弹簧，零件加上人工得花1700到1800美元呢，这还只是单个车轮的费用。要是好几个弹簧都坏了，那费用轻轻松松就超过5000美元了。空气压缩机也是个薄弱的地方，要是这玩意儿故障了，换一个的成本最低200美元，贵的能到1500美元甚至更高，这得看车型年份和具体的系统。而且啊，压缩机一坏，通常还会把空气悬架系统里的其他部件也给弄坏，这跟奔驰出故障的时候一样，会产生连锁反应。路虎在零部件方面也有问题，它的零件换起来本身就贵，为啥呢？因为人家制造品质高，对材料要求也特殊。更关键的是，好多零件只能从路虎经销商那儿买，和其他品牌的零件交叉兼容性也有限，这样路虎就把价格死死地攥在手里了，这就有了所谓的品牌税。就拿同样的部件来说，从独立供应商那儿买只要500美元，可要是非得从路虎买，那就得1500美元，你没别的办法，只能掏钱。还有一些次要问题也让情况更糟。2008年到2019年款的揽胜，像 V6 和 V8 发动机2016款的冷却系统里的塑料跨接管有缺陷，这些管道经常出问题，冷却液就会泄漏，维修的时候得花大量人力去检修和更换。嘿，各位汽车爱好者，接下来给大家聊聊在榜单上排第3名的日产 GT-R R35。GT-R 这台车啊，在这份榜单里可跟那些典型的车不太一样，它不是啥豪华品牌，车上也没有那些花里胡哨复杂的舒适功能，它就是一台纯粹为性能而生的机器，就像是专门为了在赛道上把那些超级跑车按在地上摩擦而设计的。不过呢，这台车有个事儿得跟大家好好唠唠，它有汽车界里维修费用最贵的单一部件之一，就是 GT-R 的双离合变速箱。
这变速箱啊，那可真是工程学上的一个杰作，它的换挡速度快得离谱，路上跑的车没几个能比得过它的，而且它还特别能扛，能承受特别大的动力输出。但是呢，这东西一旦出故障，那重建或者更换的费用可就高得吓人了。那些专门修理 GTR 变速箱的专业店铺，起步价就接近1.5万美元，这还是3级强化重建的费用，属于最低端的那种。要是6级极限重建，这可是那些高马力改装车必须得做的，费用将近3.9万美元呢。你想想啊，拿这钱都能去买一辆全新的经济型轿车了，而且这种变速箱故障还挺常见的。那些追求极致性能、经常去赛道撒野或者对车辆进行大功率调校的车主，得经常换变速箱。就算是原厂状态的 GTR 也躲不过这毛病。为啥呢？因为这双离合系统结构又复杂又敏感，激烈起步、开车的时候太激进，或者时间长了自然磨损，都可能让你不得不去重建变速箱。等真到了那一天，你拿到的账单那数额可比好多美国人1年的收入都高。在汽车行业里，普通变速箱更换平均花费大概在57200到60200美元左右。可 GTR 的变速箱维修费用是这个数的2到6倍呢，就因为这一个部件本来二手 GTR 价格还算实惠，一下子就让车主没有保险的话，财务负担变得特别重。保险公司对这情况门儿清，所以 GTR 在同级别车型里保险费率那可是最高的一批。这可不单单是因为它速度快，更重要的是，一旦这车上的东西出问题，那账单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啊。第2名是宾利飞驰和劳斯莱斯库里南。现在咱就进入超豪华汽车这个领域了，在这儿啊，平常那些规则可就不管用喽。宾利飞驰和劳斯莱斯库里南那可是汽车工艺和声望的顶尖代表，不过呢，这也意味着维修费用那也是高的离谱。保险数据显示哈，宾利飞驰的损失严重度评级达到了522%，劳斯莱斯库里南是516%。这俩数字啥意思呢？就是说啊，要是这俩车需要维修，那费用能达到同类车的5倍还多。为啥会这样呢？因为这俩车全都是定制化设计，零部件都是专门设计制造的，而且产量特别低，用的材料也都是最好的。组装和维修这活啊，得大师级的工匠来干才行。要是你不小心撞坏了一辆宾利或者劳斯莱斯，要修的可不只是变形的金属板材哦，像手工缝制的皮革、抛光的木饰面、定制调校的底盘控制系统，还有专门为这车型设计的隔音降噪系统，都得给恢复原样。零件价格的加价幅度那叫一个惊人呐！比如说原厂供应商卖500美元的零件，一旦贴上宾利或者劳斯莱斯的标志，零售价能涨到1500美元，直接翻了3倍。而且这情况几乎适用于所有配件，授权维修中心的人力成本也特别高。你交的钱可不只是普通的修理费，这里面还包括那些经过厂家严格培训专门修这些车的技术人员的费用，还有配备专用设备设施带来的额外开销。这俩车的系统集成特别复杂，这就让情况变得更糟糕了。他们用的是先进的底盘控制系统，主动防侧倾杆、自适应空气悬挂，还有几十个传感器和计算机网络连在一起。要是哪个系统出故障了，就得用只有授权中心才有的专有诊断工具和软件来检测和修复。就算只是轻微的碰撞损伤，这车都有可能被判定为全损。为啥呢？因为要把车正确修复，花的钱远远超过了合理的财务限度。保险理算员看到前端受损的库里南，一看维修估价，好家伙，这钱都够买2到3辆豪华轿车了，那结果自然就很明显啦。嘿，各位车友，今天来跟大家聊聊汽车界维修费用的王者兰博基尼飓风和宝马 M8， 那可是稳稳位居榜首啊。咱现在就站在这榜单的最顶端了，这俩车并列第一，原因其实挺简单的，它们就是整个汽车市场里维修费用最高的车。根据权威保险数据来看哈，兰博基尼飓风的损失严重度评级高的吓人，达到了592%，宝马 M8 也不逊色，紧跟其后有529%呢。这些数据可不是瞎估算或者瞎预测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保险理赔支付数据。这就说明啊，他们的维修费用是同类车型平均水平的5到6倍。咱先说说兰博基尼飓风，这可是一款中置发动机的超级跑车，用的材料那叫一个稀有。它的底盘大量用了碳纤维和铝材，就是为了减轻重量。那 V-0发动机就装在驾驶员身后，悬挂空气动力学还有冷却系统都紧凑的集成在有限的空间里，就是为了把性能优化到极致。要是你不小心把这车上哪个部件给弄坏了，那可就不是简单换个保险杠或者翼子板的事儿了，你得处理结构性碳纤维修复，这就得用专用设备，还得找认证技师来弄。而且啊，你还得去采购兰博基尼专门为这款车制造的零件，这些零件产量极低，还没什么通用性。光人工费就贵得离谱，为啥呢？因为那些获得认证能修兰博基尼的车身厂收费本来就高，他们为了能修这种特殊材料的车，投入了不少培训和设备，
而且干活时间也长，毕竟啥都更复杂嘛。更头疼的是，就算是轻微损伤，都有可能影响到结构完整性或者关键系统。本来看着能修的事故，说不定就变成全损了。保险公司要是碰到受重创的飓风，那立马就开始算全损赔付金额了。为啥呀？因为他们知道维修费用会超过车辆价值。再说说宝马 M8， 它又是另一种贵法，但同样让人肉疼。这可是宝马的旗舰级性能轿车，把 M 部门的工程技术和豪华 GT 的舒适完美结合在一起了，速度快，设计精良，科技配置还丰富。可就是这些科技带来了巨额开销。M8 用了碳纤维车顶面板、主动空气动力学装置、自适应悬挂、高性能刹车，还有那个需要专业维护的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一旦发生碰撞，这些系统都得一块修。另外呢，高级驾驶辅助系统 ADAS 也是个大负担。这些车上装了雷达、摄像头，还有激光雷达传感器，每次碰撞后都得精准校准。就这一项，可能就得增加几千美元的维修费。零件供应也是个大问题，不管是飓风还是 M8， 用的都是限量生产的组件。你要是需要特定零件，很可能得等上几周甚至几个月才能从工厂送到，在这期间车就只能停在维修点，还会产生存储费用。这两款车啊，代表了汽车工业的巅峰，可同时也是汽车维修成本最高的代表。他们在2026年肯定还是最昂贵的修理对象，短期内这情况估计也变不了。既然你已经知道哪些车型会让你的钱包大出血了，那不妨看看反例，去看看我们的视频。2026年这10款车将毫无价值，了解一下哪些车辆贬值速度比你刚开出经销商店还快。